在遥远的雪域高原，有一群人，他们从朝霞初升的清晨开始，一路跪拜，每一次头颅触地，都是对信仰的深沉呼唤。他们的脚步坚定，跨越千山万水，历经数月风霜，只为了心中那座神圣的山峰，他们称之为圣地。每一次的额头触地，都是对神灵的虔诚祈祷。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转山人，这个称谓背后是他们对信仰的极致追求。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不畏惧前方有多艰难，只为心中那份神圣的信仰。今天我们将跟随转山人的脚步，走进转山人的世界。转山，这一藏族文化中庄严而神圣的宗教活动，其历史可追溯至古象雄时代，与本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它不仅是一种身体上的行走，更是心灵上的朝圣。信徒们相信，通过围绕神山行走，可以洗清罪孽，累积功德，甚至达到解脱轮回的境界。冈仁波齐的马年转山，在藏族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根据传统信仰，藏历马年是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年，转山一圈的功德在这一年相当于其他年份的13圈。所以，对于一个藏传佛教徒来说，念经、行善、礼佛都是日常的小修行，而转山是最高效、最强效的修行。在冈仁波齐的转山道上，一位70岁的江苏阿姨带着她一生的梦想，踏上了这条充满挑战与神圣的道路。她的旅程并不像想象中那般轻松，冈仁波齐转山路程和自己的想象并不相同。早上8点半，当阳光洒在冈仁波齐的峰顶上，阿姨已经徒步了2个小时。她走在相对平缓的山岗上，已经有一点气喘吁吁，脚步沉重。负责带她转山还有2个年轻人。今天天气很好，虽然是石子土路，坡度虽然不是很大，但行走速度明显慢于其他进行转山的人群。他是第一次使用手杖，且没有长途跋涉的经验，因此行走显得有些混乱。冈仁波齐的转山路并没有网上传的那么美丽，实际上可以用荒凉来形容。全程的地貌变化不大，基本都是石头，看的是石头山，走的是乱石路。没有乔木，只有低矮的灌木和草本，最高的植物还不到1米。难得草绿花开的7、8月，又是雨季，冈仁波齐神山不易完整见到。而下完卓玛拉崖口，最后的21公里转山路更是枯燥无味，没有什么可再挑战，也无好风景可提神。每年都有很多游客因为太过枯燥辛苦，坐救援车回去了。再走了大约7公里，阿姨来到了金帆广场。这里有个大平台，是天葬场，藏人都沿着小路经过天葬台，因为这是最接近神山的路。在藏族文化中，天葬台具有极其特殊和神圣的意义。天葬，藏语称为杜垂杰洼，是藏族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丧葬习俗。在天葬仪式中，逝者的遗体会被天葬师进行特定的处理，然后放置在天葬台上，供秃鹫等食肉鸟类食用。整个过程中，天葬师会念诵经文，为逝者超度，祈求逝者的灵魂得到解脱和安宁。藏族人认为，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个环节，并没有什么可怕的。生是死亡的开始，死则是生的开始。他们认为，肉身只是承载生命的一条船，不必过于执着。因此，在藏族的认知里，雄鹰和秃鹫也是有情众生。将肉身布施给他们，就等同于布施给了6道众生。在汉传佛教典籍中，也有摄身饲虎和割肉喂鹰的记载。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天葬是藏族文化中非常神圣和私密的仪式，未经藏族人民同意，擅自参观或拍摄天葬是非常不尊重他们的信仰和传统的。来到拉曲峡谷口，这座双腿佛塔是转山道上的标志建筑。佛塔双腿之间的门形通道，传说是冈底斯神山之门，里面吊一口钟，不知道什么意思。不过路上有很多游客都会去敲一下，表示自己的到来。翻过山坡，来到河谷，在这里还能看到美丽的风景。附近有时还会有可爱的土拨鼠成群结队的来找游客要食物。曲谷寺在海拔4860米的半山腰上，原本被称作聂布日宗，由瑜伽行者念青及聂波大成就者所建。
因该寺供奉的是自行无量寿佛屈古的石雕像，所以被称为屈古寺。这是转山的第一座寺庙，冈仁波齐峰就在它的对面。山脚的一些小卖部为转山人提供了暂时歇息的地方，但是随着各地经济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如今这里转山路附近的休息补给点以及旅店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过去前来转山的信众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每天的食物包括酥油茶、牦牛肉、糌粑面，有时还会在户外生火煮食物，并在帐篷中过夜。然而小卖部的物资商品并不算丰富，如果想要更好的体验，就要到止热寺对面的客栈。阿姨吃了一包泡面后，就又开始了她转山的旅程。来到了客栈，后面就是冈仁波齐峰北壁，离得很近，几乎就在眼前，可以沿着屋后小路更近距离的观察山。可惜的是，实在是太累了，无法继续向前，只能望着山痴痴地想。阿姨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晚。这个有10多张床的板房，做饭、聊天、睡觉都在一起。在晚上和转山的藏民相处是一种奇妙的体验。藏民们会在就餐前虔诚地念诵经文，这既是对神灵的祈祷，也是为自己和他人献上的祝福。此外，他们还会唱起一些期望神山保佑丰收的藏歌。事实上，在客栈里出现最多的转山者不是藏族人，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很多藏族人会自己搭帐篷，或者住在附近的藏民家里来省钱。当地的藏族人也非常欢迎这些转山者来居住，因为在藏族文化中，帮助朝圣者是一种积累福报的行为，给予朝圣者施舍和帮助，就相当于朝圣者在神山积累了福报，也会为他们带来福报。在电影《冈仁波齐》中，藏族小伙尼玛扎堆为了完成叔叔杨培的心愿，带领孕妇、老人、小孩以及众多不同愿望的村民，开始了这段漫长而艰险的朝圣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历经风雪、生死的重重考验，同时还要应对生活琐事的困扰，但他们始终坚守信仰，相互扶持。例如，当尼玛扎堆一行人的拖拉机坏掉时，他们得到了藏族长者的热情款待，并在长者家借宿，帮助长者做工，这体现了藏族文化中互惠互利的精神。虽然转山的路程总是枯燥且漫长，但是阿姨在路途中也遇到过很多的同行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背景和故事，但都怀揣着一颗虔诚的心，向着共同的信仰前行。同行中有一位年迈的藏族老人，他已经转了数百次的山，对转山路上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尽管他不再强健，但他怀揣的坚定信仰驱使他在马年踏上了转山的旅程。他相信，这不仅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为来世积累功德。还有来自苏州的一家3口，他们带着对神山的虔诚与对自然的敬畏，决意踏上这条寻求身心净化的旅程。父亲是一位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士，母亲则是位温婉贤淑的女性，而他们的孩子，一个活泼的小男孩，眼中闪烁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渴望。他们此行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锻炼孩子的体魄，更是希望全家能够在神山的庇佑下得到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父亲曾说，在城市的喧嚣中，我们很少有机会如此亲近自然，感受信仰的力量。这次转山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心灵之旅。为了这次旅程，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从体能训练到学习高原生存技巧，他们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一本小册子，记录着神山的传说和朝圣的意义，希望孩子能在旅途中更深刻地理解这次旅行的价值。小男孩兴奋地向阿姨展示他的小背包，里面装着他的画笔和画本。他说，他要画下沿途的风景和遇到的人，把这次旅行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等回家后讲给同学们听。阿姨还碰到一对新婚夫妇，选择了去冈仁波齐转山，以此作为他们婚姻生活的开始。他们相信，转山不仅可以见证他们的爱情，也可以祈愿未来的生活更加幸福。最为奇特的一次是在塔青的一家川菜馆，阿姨遇到了一个来自江苏的汉族中年男人，衣着破旧，正狼吞虎咽吃着素面。听别人说，他到塔青已半个多月，转山15次。刚刚转山回来，凌晨3点出发，晚上10点回到，
一天转完57公里，有时不休息，第二天接着转，有时累了休息1天后再转，如此周而复始，转山108次才回老家去。他不愿意说为了什么要转山108次，只是在这块土地行走了5个多月，半年的生活就是不断走在路上，难以想象是多么的漫长和孤独。也许是他经历了不为人知的大事，才决心千里迢迢来到冈仁波齐，不停地转山行走，寻找属于自己内心的答案。第二天早上，雨一直下得很大，让人揪心。不久天空又飘起雪花，越来越多，天气显得越来越恶劣。阿姨从哲寺爬到海拔5080米的卓玛拉山口，路程6公里，花了整整4个小时。这里全是爬坡，又顶着风，实在让人痛不欲生。一旁虔诚的藏族老人双手撑着登山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刺骨寒风不断鞭打着老人的脸庞，他也只能暂停前行，以对抗稀薄空气和恶劣天气带来的苦与累。藏民们在山坡上把煨桑的东西放在一起，撒着风马旗，悬挂五彩经幡，听着他们念经的声音，路过的人们内心都会平静许多，仿佛在经历一场洗礼。沿着卓玛拉山口前行下山，传闻中的毛古错晶莹翠绿的景象出现在不远处。在灰白狰狞的群峰脚下，毛古错被视为空航母的浴池，或者是印度教仙女乌玛德瓦的洗礼湖。在阿姨下山过程中，遇到了一群信众，他们的领队是一个在拉萨做生意的藏人。这个很有经济头脑的藏人，竟然花了钱雇佣了40多个藏族同胞跟他一起去转山，每个人的报酬只有300元。在这里，如果你不能亲自去冈仁波齐，可以花钱请藏民代替自己转山，功德也会属于你。电影《冈仁波齐》也曾有过类似的情节，电影中的拉萨旅店女老板不能亲自去转山，于是请杨培等人代替自己去，不仅免除了住宿费，还拿到了功德。晚上8点，阿姨抵达了今晚要入住的仲哲普寺下，一家由藏族人开的民宿。这座寺庙也被称为尊珠寺、祖楚寺、尊追普贡巴。据说，藏传佛教史上著名的苦行僧噶举派创始人米拉日巴尊者曾在此地举大师躲雨，因此后人将此地称为尊珠普。第3天，雨还没有停歇，阿姨要到达巴嘎镇。在转山的过程中，总会遇到磕长头的信众从乱石坡匍匐着一段一段往上爬，他们双手高举过头，再缓缓收回于胸前，然后全身向前扑倒，直伸双臂，前额触地，起身后前进1大步再拜。这种五体投地、一步一叩的顶礼膜拜，绕山1周需要几10天。磕长头也叫五体投地的行佛礼，需要五体投地匍匐，双手前直伸，每次俯身双手划地为号，起身后前行至记号处再俯身，反复进行。对于最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来说，用磕长头的方式朝圣是最高级的行礼。因此，无论春夏秋冬，在藏地上都能看到络绎不绝前往拉萨朝圣的磕长头的人。每一个磕长头的人都不能偷懒，哪怕前方是河流，也要湿着身子继续磕过去。转山者们的坚持和信仰令人敬佩。阿姨最终成功在晚上到达目的地，并实现了她的梦想。后来有人问阿姨为什么要转山，她回答说并不是因为神的召唤，冈仁波齐和珠穆朗玛在她心里是2座美不胜收的雪山。阿姨对所有心怀圣洁信仰、对自然充满敬畏的虔诚而淳朴的朝圣者们充满敬意，她是因为对他们的崇拜才决定转山的。冈仁波齐神山由远古至今一直受到尊敬与崇拜，尤其在藏族地区，佛教信仰者相信朝圣可以洗清他们前世今生的罪过，增加无穷的功德，最终脱离轮回，功成圆满。因此，无数的藏族人以其独特的磕长头方式，在天地间朝拜神山。只有了血肉之躯，才有了朝圣的必要性；只有艰难跋涉，才有了朝圣的意义。没有亲身感受过艰辛和时空，内心就不会敬畏。朝圣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是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认真对待的神圣行为。甚至可以说，超越苦行意义的朝圣之旅，
是将个体生命推向极致的唯一途径。除了冈仁波齐，梅里雪山也是藏族人转山的重要地点之一。其转山活动分为内转和外转，内转主要围绕卡瓦格博神山，而外转则可能涉及更远的地区。信徒们通过转山的方式，表达对神山的尊崇，并寻求灵魂上的净化与升华。在雨崩村的清晨，卓玛和他的同伴们踏着草地上银白的薄霜，他们的脚下传来清脆的声响，如同大自然奏出的欢迎曲。他们从西藏昌都远道而来，心怀虔诚，目标是梅里雪山内的神瀑，那是内转的山路线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圣地。他们选择了一条需要3至4天步行的内转之路。这是卓玛和丈夫扎西旺低婚后第一次来梅里雪山雨崩村神瀑内转。不同的是，这一次她带来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一家人预备穿过莲花生禅洞，感悟佛经中的中阴之旅。在卓玛看来，这是他和孩子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起点。他们口中念诵经文，祈求神瀑保佑孩子健康成长，平安幸福。夫妻俩不远千里从西藏昌都来到雨崩神瀑内转，就是想让8个月大的孩子接受洗礼，获得来自神山的祝福。这是卓玛和扎西提前送给孩子的1周岁生日礼物。梅里雪山神女峰和五冠峰之下，是内转之路的重要驿站——雨崩村。这里自古只有一条人马驿道通向外界，长期的与世隔绝，让这里的时间和发展速度慢了下来。游客的到访日益影响着藏民的生活，却未能改变雨崩村的质朴和善意。永久村的小寺庙里，守寺的僧人点燃酥油灯，为前来跪拜的转经者祈福。转经者相信，跪拜是推开梅里雪山外转路的大门。外转山的旅程更为漫长，需要4至7天的时间，部分路段可以借助摩托车或汽车，但大部分还需徒步完成。近220公里的高原，徒步穿越2省3县，海拔每天变化约1000米，最高点是海拔4815米的说拉雅口。一群来自青海的觉母们排成一列，口中念诵着经文，缓缓前行。多克拉雅口海拔4415米，是外转路上首个超过4000米的垭口。这里即便是晴朗的天气，雪山的寒风也锋利如刀。这里系满了无数朝圣转经者挂上的经幡，藏族人相信，将经幡系在这里，他们念诵和祈福的经文会一直被山风吹起念诵，传到卡瓦格博的耳朵里，甚至将他们带到彼岸的理想国，轮回延续。在驱逐堆阁的群山间，车辆的灯光在暮色中连成一线。这里是转山路上著名的碎石崩塌区。卡瓦格博的地理环境塑造了藏族人对空间和信仰的基本认知，深刻影响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传说中，驱逐堆阁是一条被神山压制的黑蛇，它不断地吞噬着山丘与生灵，这也是这里常年滑坡的原因。在4815米的说拉雅口，藏民煨桑、祭风马旗、撒乌古、高喊阿来此歌，向天空祈福。对于藏民来说，转山没有外界想象的神秘，普通的藏民们相信，转山能为他们消除此生业障，祈福家人平安，保佑庄稼丰收。当卡瓦格博峰在晨光中显现，转经者们的心灵之旅也达到了高潮。转山路的艰辛对于人体有着极大的挑战，可也正因为体力的消耗，转经者能够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与安静，使得他们有机会深入自己的内心，反思生命的价值和信仰的意义。转山活动在现代不仅保留了其深厚的宗教和文化意义，也对当地社区产生了影响。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云岭乡的查理通村，阿青布，一位备受尊敬的村民，正在向侄子慈里传授进山的重要准备工作。20年来，阿青布始终坚守着一个使命，清理梅里雪山上的垃圾，保护这片神圣的土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必需品的包装从传统的糌粑、酥油茶转变为现代的塑料袋和瓶装水。转山的人们，不论是游客还是当地居民，都不可避免地使用了这些一次性产品。曾几何时，转山之路上先有垃圾的痕迹，然而现在，垃圾污染却成为了威胁梅里雪山美丽与神圣的巨大问题。在这一环保行动中，北京、
上海等城市的爱心人士伸出了援手，捐赠了123个垃圾筐，以支持清理工作。每一个垃圾筐上都挂着捐赠者的名字，这是对他们爱心的铭记，也是对阿青部和志愿者们努力的认可。梅里雪山的转山路长达近200公里，大多数路段车辆无法通行，只能依靠骡马或步行。阿青部带领着村民们不畏艰辛，一步步清理着沿途的垃圾。他们知道，如果无人打理，这些垃圾将会堆积如山。曲竹温泉，一个位于转山路上的圣地，曾是人们洗净尘埃、放松身心的地方。但如今，这里也未能幸免于垃圾的侵袭。阿青部和慈里在清理完温泉周边的垃圾后，慈里沉浸在温泉之中，让身心得到了片刻的宁静。西藏茶瓦龙乡的大流沙是转山路上著名的险关，沙石随时可能倾泻而下，给过往的行人和骡队带来危险。阿青部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直觉，带领骡队在险境中穿梭，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转山任务后，阿青部表达了他内心的愿望，他希望能够持续这份工作，不仅为自己带来福报，洗清罪孽，更希望他的儿女能够继承这份使命，继续守护着神山的圣洁与宁静。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神山，等待着我们去攀登，去领悟。无论你是否踏上过转山的旅程，都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和感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转发，与更多人分享转山人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